全魔封神阵中的夭夭身形竟然被其中无形的强大力量所压制，想要迈出一步都非常的艰难，就连身躯都无法动弹。起点中的黑色火焰尽数朝着夭夭的身躯笼罩而来，吞噬侵蚀他的神魂。一旦夭夭的神魂被这股力量所吞噬侵蚀殆尽，那么夭夭的神魂必然会是一个极大的重创。但是夭夭的龙凤气运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对方的此阵法给击破的，龙凤气运的可怕力量也不断的增强，持续的冲撞着全魔封神阵的力量。这样的强大威能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虚空上则是出现了一道巨响声，一道能够毁灭万物的能量冲击波席卷而开，天地也是在瞬间失色。原本那第二道防御在暗黑大魔光的轰击下就已经出现了裂纹，这一刻随着毁灭万物的能量冲击出来后，直接也冲击在了第二道的防御上，使得第二道防御竟然出现了异常的状态，整个第二道防御更是摇摇摆动起来。那些裂纹竟是伴随着咔嚓一声，最后皆是碎裂了开来，这片空间也都伴随着摇摇摆摆欲坠感。如此可怕的毁灭能量横冲直撞八方，两道狼狈的身影也是倒飞了出去，鲜血喷出，直接染红了夭夭的衣衫。而二灵全魔流出了可不是红色血液，而是黑色液体，给人十分诧异之感。虽然两人看似不分上下，实则二灵全魔的伤势也是更为严重一些，因为夭夭的龙凤气运之威稍稍比全魔封魔阵的力量更强一丝，所以对于气运之力的掌控，夭夭也是仅次于神元宫那位公主的存在。此时二灵全魔的身上不断的溢出诸多的黑色液体，全身传来极其痛苦的感觉，令得他的脸庞都无比的扭曲起来。这神元宫多修的气运之力果然玄奥无比，竟然能够比本座的全魔封神阵还要强大一些，难怪这样的超神势力会成为一方巨擘。虽然夭夭在实力上稍微占据了优势，但是刚刚被全魔封神阵所反震过来的威力也重创了自身，双方想要再战也是非常的勉强了。无量神山之主被阻止行动，夭夭现在又被重伤，而那席卷出来的毁灭冲击波也是轰击在了第二道防御上，防御也是逐渐的面临被崩塌碎裂开去。随着第二道防御的碎裂后，暗黑世界中的那股令所有神祇都胆颤恐怖魔力缓缓的弥漫出来，随着这股魔力的弥漫下，竟是直接侵入了神祇强者的体内，以极快的速度将他们的神力同化成魔力，他们的神色意志都开始模糊起来，但也是拼尽全力的去抗衡这股恐怖的魔力。这下不好了！无量神山之主的双眼直接瞪大起来，脸上挂着无奈的绝望之色。这第二道防御的破碎就代表着里面的那个恶魔就要被释放出来了。给我破！催动全力的神力，想要破开锁住自己的黑色圆柱子，但却还是无法将神力运转起来。这黑色圆柱子已经牢牢的将无量神山之主的力量所封锁，只能在一旁干着急了。然后这些从暗黑世界中弥漫出来的恐怖魔力也入侵到了无量神山之主的体内，短短在那数息，他的眼瞳便是化为漆黑之色，再没有了丝毫的神智。与此同时，他的身躯僵硬了下来，旋即可以看到无量神山之主的眉心处竟是出现了一枚诡异的魔印。夭夭以及还在与灵动牧尘激战的萧炎也是通过木瓜膏看到了这一幕，眉头却是忍不住的皱了起来，隐隐的感觉到不安。无量神山之主乃是九重天位神的实力，就算是被封锁的神力和行动，那九重神体可不是那么好入侵，就算是大灵全魔也拿无量神山没有办法。然而现在竟是在那么一瞬间将其神智抹去，眉心间还有和极其诡异的魔印。于是萧炎的掌心中有着浩瀚神圣的焚神之力凝聚，对着灵动和牧尘的那两道强大攻势准备轰击过去。不过就在萧炎准备出手时，暗黑世界中的那股恐怖魔力愈发的强烈浓郁起来，然后一道无与伦比的吞噬魔威对着四周肆虐开来。那些距离站在暗黑世界较近的神祇强者直接被吸入了其中，连呼喊的机会都没有，就消失在了暗黑世界当中。这股吞噬魔威怎么如此恐怖？萧炎的眼瞳急速紧缩起来，他也是首次感受到如此恐怖的魔威。比起天邪神、先天神的魔威，他们就是冰山一角而已，甚至连冰山一角都没有达到。就算是大灵全魔的魔威，都不及暗黑世界中的这一道魔威的1/10。萧炎双手快速的将三色神怒火焰凝聚而出，对着下方的暗黑世界中毫不犹豫的扔去。火莲所散发出来的毁灭气息很快就进入到了暗黑世界中，只不过下一刻直接让萧炎的神色都大变了起来，无比震惊的神色布满了自己的脸颊上，因为三色神怒火莲乃是融合了地炎、幻虚、三昧等3道火焰，其毁灭的破坏力极其的惊人可怕。可就算如此，这30的神怒火莲进入暗黑世界中的瞬间，所有的火焰能量瞬间被瓦解开去，连爆炸的机会都没有。能够将如此毁灭般的三色神怒火焰瞬间瓦解，就足以证明了暗黑世界中那道魔力的恐怖程度根本与他们这些天位神都不在一个层次。连9重天位神的无量神山之主都被瞬间入侵了神智，何况是他们这些5重天位神之下的神之。与此同时，一股股狂暴到令人头皮发麻的恐怖波动自暗黑世界中传递出来，忽然有着一道道恐怖的魔光撕裂这里的空间，然后皆是朝着暗黑世界中犹如是流星雨一般射入其中。只是这些魔光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竟然与灵动和牧尘体内的诡异死气一模一样，
萧炎直接催动了神魂力量，透过神魂看到了这些无数魔光，竟然和灵动牧尘的气息一模一样，并且看清楚魔光的样子后，就是和灵动牧尘一样的玉灵。这究竟是什么情况？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玉灵突然出现？难道他们这是在陷阱？就在萧炎猜测间，暗黑世界中很快就有着一朵巨大的黑色蘑菇云升腾起来，约莫10数万丈，笼罩了整个无量神渊渊。恐怖的冲击波肆虐开来，即便是夭夭等人都是急急后退，像萧炎他们直接是被掀得人仰马翻。而就在蘑菇云升腾间，一道磅礴的魔光洪流径直的从天而降，直接是轰击在了大地之上。顿时间，可怕的洪流倾泻开来，流入了暗黑世界中。那场面根本就是前所未有的震撼。糟糕，封不住了！夭夭见到这一幕，心头却是猛地一震，因为他见到那股磅礴魔光洪流，竟然是将那覆盖在暗黑世界上方的第2道防御彻彻底底的轰碎开来。同时，无尽恐怖的魔光肆虐着，无量神渊的封印神法大阵不出片刻时间，就会完完全全的消失殆尽。那些撕裂空间的魔光玉灵出现的越来越多，不断的冲入下方的暗黑世界中，就连灵动和牧尘都不受控制的被吸收暗黑世界。萧炎的目光看到灵动和牧尘的2道身影即将被吸入暗黑世界中时，一声大喊：“灵动，牧尘！”全身金色的能量开始炸响。萧炎的身躯以极快的速度朝着灵动和牧尘方向闪现过去。就在即将抓住灵动和牧尘的手臂时，一道极其强大的吞噬魔威竟是朝着他们笼罩而下。3道身影竟是在其他神祇那震惊的眼中消失不见。武神阁的吴雪瞬间大叫起来：“萧炎！”刚想也暴冲过去时，藏青青一把拉住了吴雪，凝重的道：“不能去，这样过去就是死。”可是我不能丢下萧炎啊！吴雪的双眼通红，晶莹剔透的液体也是从眼眶中滑落。吴雪，什么事情我都可以答应你，可是这个事情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不然我无法回去和武神阁之主交代。藏青青拉住吴雪的胳膊，认真恳求地说道。吴雪还想说什么的时候，一道巨大的声响传荡而出，整个无量神渊再度在此时剧烈的震动起来。那暗黑世界的深处，竟是传出一道恐怖到极致的咆哮声，无边的漆黑魔气犹如狼烟一般，自那第2道防御的破碎处不断的汇聚而来。那暗黑世界 A 中的可怕东西，怕是要出来了。武神阁的其他神祇见状，皆是面色大变，个个都是带着恐惧的神色。暗黑世界的深处传出尖锐的魔啸之声，只见得一道魔烟冲天起，魔烟扭曲，化为一道巨大的魔影。随着魔影的出现，天地间的巨声响彻，天地仿佛都是要差点蹦碎了一般。那是什么？武神阁的方太面色凝重地望着远处，忽然间，他的眼神一凝，只见得在那空间的裂缝处出现了滚滚血流，源源不断地对着无量神渊的每一处角落流淌而去。那些血流中散发着滔天毁灭的恐怖魔气。是刚刚那些玉灵，没想到神祇联盟竟然派出了如此之多的玉灵，而且这些玉灵的身上携带了大量的诡异死气。难道是这些死气造就了这里的阵法力量削弱，还是加强了暗黑世界中的那个东西？武神阁等神祇强者纷纷猜测了起来，但不管是哪方面的问题，都对他们极为的不利。在我看来，这些玉灵乃是那暗黑世界中那东西的养料而已，正在滋润，令那东西恢复力量，冲破封印神法大阵。夭夭的面色阴沉，其身形猛地暴射而下，同时将自己所剩的气运之力凝聚而起，带着龙凤轰鸣声席卷而出。而在夭夭出手时，那暗黑世界的深处似是有着一只邪恶到极点的东西，正遥遥地将其锁定。你身上的气运之息真是让我感到厌恶，给我滚开！一道魔啸般的尖锐声音从那暗黑深处森冷地传出，紧接着一道恐怖的魔气疯狂地从暗黑世界深处暴冲而起，冲撞到了夭夭的身躯之上。夭夭如遭重击，身躯倒飞而出，嘴角浮现了一抹鲜红的血迹，面色瞬间苍白无比，显然是没想到自己竟然连对方的一道魔气都接不下。他可是一名高阶天位神啊，虽然与20全魔激战消耗了大量的神力，可是也不能够如此不堪一击啊！恐怖的魔风席卷，同时卷起那些玉灵的死气，最后竟然将这些死气化为洪流，涌入了暗黑世界的深处。那里似是有着一只黑暗的巨手，将那些死气尽数的捏爆了开来。最后这些被捏爆开来的死气全部被其吸收，而随着暗黑世界深处那个东西吞噬了诸多死气后，这整个无量神渊的天地震得愈发剧烈，犹如是要破碎了一般。那些神之强者直接是不敢置信地望着下方暗黑世界中。此时此刻，他们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暗黑世界中的那一道恐怖窒息的魔气。就在他们无比绝望的时候，第2道防御的破碎处忽然有着一道巨大无比的暗黑魔柱冲天而起，魔气肆虐，一股无法形容的魔威横扫开来，将这里的天地都给笼罩其中。无比的黑暗旋即有着封印神法大阵逐渐破裂的声音，一些防御屏障的破碎，一股股可怕的魔威也不断的弥漫而出。武神阁的那些天位神神体境直接是爆炸开来，一些实力稍强的天位神也是被魔气一个席卷，连惨叫声都没发出，便是直接化为灰烬飘散。无量神渊猛然暴动起来，无边无际的恶魔之气喷薄而出，直接是将这无量神渊的天穹化为了血红之色。而这并非是最恐怖的，
伴随着那恶魔之气的肆虐，在场的所有神指强者等皆是亲眼的见到一道暗红色的大手在此时缓缓地从暗黑世界深处升起。那暗红色的大手上布满着极为古老的纹路，其上光芒明亮间，仿佛能引动的天地在开始惧怕地震颤着。一股无法形容的威压弥漫开来，那种威压神秘又邪恶，简直就是世界的毁灭力量。不过若是看得仔细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毁灭般的威压皆是从一只暗黑的大手上所散发出来的，并非是暗黑世界本身的力量。一只暗黑的大手竟然能够散发出令整个世界都颤抖的能量，这究竟是什么大手？为何会有如此的恐怖威能？远远望去，那看似只是一只暗黑的大手，却是感应到那是一只宛如活物般的东西，极其的诡异神秘。这一只暗黑巨手的出现，竟是有着液体在其中缓缓的蠕动，并且将天地间的光线都被其所吞没。此时此刻，整个无量神渊都变成了暗黑世界一般，没有任何的光。在场的所有神指都无法认出此物，但却能够知晓地猜出，这必然是极为恐怖之物。或许这就是一直被无量神界中的封印神法大阵封印了数千万载的那个东西，那个恶魔。不然也不可能以9道神火中排名第3的灭世神火作为阵眼。这足以说明了这只暗黑大手是多么的恐怖和让无数神灵都感到绝望的恶魔。此时，那些远在无量神渊边缘处的其他超神势力的神指强者都是感应到了这一幕，暗黑大手的那股气息让他们感到绝望与窒息。在场的神指强者，无量神山之主已经被恐怖魔气入侵，整个神智都已经被其操控，唯有夭夭还稍微能够勉强的利用气运之力抵抗周边的恐怖魔气。小拢和雨涵以及吞吞他们3人也是立马来到了夭夭身边，并不与其他的全魔继续对战下去。毕竟那封印神法大阵中的恶魔已经破封，所有的反抗结局或许真的都无法改变了。这只暗黑大手的力量已经恐怖到强到他们无法想象的程度了，也远远不是他们这些神只能给有着抗衡资格，就连呼吸都感到十分的吃力起来。娘，夭夭姨娘，这暗黑大手究竟是什么呀？为何那股气息如此恐怖？也是我头一次看见这样的可怕东西。小拢和雨涵惊骇地望着那在黑光中的巨大手臂，夭夭的表情也是变得越来越凝重起来。一旁的吞吞见状，眉头也都紧皱起来。也是吞吞第一次见夭夭是这样的神色，之前从来不会从夭夭身上出现过。难道这暗黑大手的力量已经超乎想象了吗？在所有神指都还在吃惊震撼的时候，夭夭刚刚的凝重之色也并未散去，因为他知悉这只暗黑大手的来历。当即，夭夭的瞳孔开始紧缩，一股寒意自心间不断的涌出，弥漫着全身上下。能给让夭夭这般反应的，还真是首次所见。虚空上的夭夭明眸凌冽，洁白的手掌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道令牌一样的东西，然后催动神力，直接将其捏碎。但是捏碎了之后，也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但夭夭却并没有感到吃惊，同时她的红唇微起间，有着一道极为凝重之声沉声响起。这暗黑大手，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在天古浩劫中，就是被那位大能者所封印了数千万载的恶魔。这现在这通体暗黑色的大手，便是被那位大能者封印在这里一部分的那个恶魔身体——大地之手。原来在这无量神界的无量神渊中，竟然镇压着恐怖可怕的恶魔。所谓的大地之手，大地之手4字一出，也是让得周围所有的神之强者都是面面相觑起来。他们不敢吱声，就连呼吸都感到非常的吃力，所有的生机都被那大地之手所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所压制下来，甚至连所有的天位神在这大地之手面前都只能跪拜臣服。在诸多神之强者骇然失色间，那大地之手再次散发出无尽的魔气，魔气呼啸间也是将周边的魔烟吹散而去。只见那一只通体漆黑的大地之手也是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大地之手立于虚空，便是引得天地瞬间变得无尽的黑暗起来，无法形容的威势铺天盖地的笼罩开来，远远看去，犹如就是灭世级的恶魔之手。大地之手其上的魔啸之声回荡天地之间，就好像上面有着眼睛望着整个无量神渊中的一切事物。大笑声轰然响彻，甚至是传出了无量神渊之外，波及到了无量神界周遭诸多的神之大陆，更是已经传到了无量神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大地之手复苏了，辛苦了，我的全魔部队，数千万载，我的大手终于破封。这场时隔了这么久的较量，终究还是让我破了这里的封印神法大阵，如今还是我赢了呀！哈哈哈哈哈！如梦如幻般的力量弥漫在每个角落，它是一股无穷无尽的暗黑力量，犹如古老传说中的神秘魔法，能让所有生灵、神灵、世界都感到恐惧的毁灭级力量。不出一会儿的功夫，整个天地间所有能量仿佛都是在这一刻都停滞了下来，除了大地之手所散发出来的恐怖力量在无尽的沸腾。下一刻，夭夭他们更是察觉到下方的暗黑世界在此时都开始剧烈地爆发出无数道黑光，冲天而起。此时此刻，无量神渊中已经彻底的被毁灭级的气息所笼罩，就算是高阶天位神或者是巅峰天位神，在这样的力量面前皆是毫无还手之力。可以说，随着恶魔破封，这里的所有神指强者皆是难逃一死，甚至包括整个无量神界都将会陷入毁灭的边缘。伴随着天地的激烈颤动持续了些许，突然间，无量神渊的空间上
竟是有着一道裂痕出现在空间上，然后飞快地蔓延而开。无量神渊的空间薄膜竟然是被这股毁灭级的力量给影响，直接是开裂了。夭夭以及诸多神指强者愣愣地望着这一幕，眼中满是惊骇之色浮现。这就是这些魔物的真正首领吗？难怪会如此拼了命的要将这里的封印打破，让这恐怖的恶魔破风而出。虽然出来的只是一只大地之手，但是仅仅是这一部分的身躯就能够秒杀所有的天位神，包括高阶天位神和巅峰天位神也是如此。无量神渊的空间破碎，夭夭顿时间柳眉微蹙，他的眸光闪烁，凝视着那开裂的空间薄膜。数息后，他似是感应到了什么，预言陡然一变，速退！他那急喝声响彻在小龙与韩吞吞以及其他神指强者的耳边，他们也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神力爆发，身影疯狂后退。浩荡宏大的恶魔笑声回荡天地间，犹如是一场毁灭世界的大风暴，陡然横扫开来，引得风云变色，日月无光，天地失衡。无量神渊中，所有天位神躲开了大风暴后，都是惊骇欲绝的抬头，眼神恐惧地望着那道矗立于天地间的暗黑大手。从那大地之手上，他们都是感觉到了一股无法言语的恐惧绝望。即便现在在场的是高阶天位神和巅峰天位神这般实力的超级神智，恐怕都得是面色变得苍白无比，眼中流露出非常明显的惧色。毕竟这大地之手还只是一部分的力量而已，如果是完整的恶魔之躯，那岂不是能够轻易的将一方神界给瞬间毁灭吗？这大地之手的凶名实在是太过的强盛了，在那天古纪元时期，就是在这位恶魔的率领下，使得整个大宙9界的神指强者全部汇聚，同样是打得节节败退。若非是最后有着几位大能者亲自出手，恐怕现在的大宙9界早已经被这恶魔毁灭成虚无了。数千万载之前的那几位大能者各显神通，对抗这恶魔，那几位大能者乃是底牌尽出，拼了殒命方才将这恶魔封印，而且当时封印者恶魔的身躯必须将其分解后，才能够彻底的将其镇压封印。然而谁都没有想到，在这数千万载之后，这位毁灭级的恶魔竟然会在今日的这一时刻破风而出。在现世间，虽然只是那恶魔的一部分身躯，可是也足以轻松的让天位神都毫无办法。如此恐怖的恶魔，竟然真的破了这里的封印神法大阵，难道无量神界真的要完蛋了吗？刚刚那4大山主身受重伤，原本面色就惨白的他们，此刻变得更加的虚弱，甚至他们已经发出了悲鸣之声。夭夭也是感应到了那道毁灭恐怖无比的恶魔气息，他的面色变得极为的难看，就算是他在大地之手面前都毫无抗衡的力量。数千万载呀，我们无量神界的5大山之主以及无量神山之主，这数千万载的看守苦功一朝尽丧。无尽山之主的身躯颤抖着，然后仰天咆哮，脸上皆是被绝望恐惧所代替。这样毁灭级的存在，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抗衡，就连他们无量神界的天花板无量神山之主都已经被控制了神智，想要逆转现在的局面已然是不太可能了。他们都不甘啊，这一次的无量神渊开启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本就非常担心封印内的这个东西会破风出来，到这最后还真的被灭神府方这些权魔成功攻破封印，让封印内的这个恶魔破风而出，降临在这一方神界中。这一刻起，大宙9界怕是又会回到天古纪元的那个毁灭的时期了。而如今毁灭级的恶魔再度现世，大宙9界中国又该用什么手段再去阻挡这种毁灭级恶魔的存在？又有谁能够有资格有实力去对抗这大地之手的毁灭力量？4大山主眼神阴沉，眼中掠过一抹无力。他们已是倾尽了所有力量，但谁都没想到灭神府为了今日竟是准备了如此之多的强大后招，就连无量神山之主都被暗算，那可是9重天位神啊，都没有办法阻止灭神府这一次的行动。在场的这些神知也从诸多古籍中清楚了解到，数千万载之前的这个恶魔天究竟是何等的恐怖，所以今日这恶魔之手的现世，恐怕在场的所有神知都不能让安然的离开了。毕竟他只要愿意，他们的陨落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同时，大地之手的复苏对于大宙9界而言，必然是一场毁灭级的灭顶之灾。或许当年的天古浩劫也会重现世间。权魔恭迎，大地之手复苏。此时，大灵权魔以及其他的权魔对着那只大地之手拱手恭敬的双膝跪地敬拜，能够让灭神府方权魔全部双腿跪地，恭敬的对着眼前的那只大地之手敬拜，就足以证明了这只手的身份是何等的崇高。免礼了，我的权魔部队，这一次你们做得非常好。大地之手发出满意的声音，然后仿佛有着目光扫视着这些权魔的身上，旋即一道疑惑的声音缓缓传荡天地间。怎么就只有你们7个权魔，还有2个权魔呢？回禀大帝，其他2位权魔已经陨落了。大灵权魔也没有抬头，同时也没有隐瞒，直接对于那2位权魔的陨落之事一一道了出来。听完大灵权魔的一阵述说，直接一道散发出无尽毁灭的气息从大地之手上爆发而出。什么？他们全部死在一个人类的手中？他的名字叫萧炎，而且还有着焚神那家伙的力量。大灵权魔点点头道：正是，
90和50全部死在了那个叫萧炎的人类手中。真是不可思议，一个小小人类竟然杀死了我的2位拳魔。让我有些吃惊是，那人类萧炎的身上竟然还有着焚神的力量。不过，刚刚那叫萧炎的人类小子已经被大地你吞噬了，恐怕现在早已经陨落大地的手中了。大龄拳魔恭敬的声音传出，在这位大帝面前，他必须是无比的恭敬，毕竟他乃是所有魔物最强首领，能够让整个大咒9界陷入毁灭的危机，恐怕也只有这位大帝方才能够做到。刚刚大龄拳魔也是注意到，萧炎为了救那2位献祭的玉灵，最后全部葬送在暗黑世界大帝的手中了。能够死在我的手里，也是这人类萧炎小子的荣幸了。既然我已经破封，那么这无量神渊所剩余的封印神法大阵能量，我便将其彻底的破制。一旦这个大阵被破，那么整个无量神界的封印神法大阵也统统消失。接下来，整个无量神界都将会在我的手中进入毁灭的倒计时。哈哈哈！大帝之手疯狂地传出狂笑之声。